欢迎来到榜鹅消防局。你是来报新闻的吗？不是，我是来主持节目的。那我们来这里干嘛？来体验消防员的工作。民防部队不只是有消防员，也有救护人员。今天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救护人员的工作。我们应该找谁呢？ Relax， Senior 已经安排好了 ，OK？ 门就在那里，跟我走。给我站住！你们竟然让 Senior 在消防局面前没有脸色！没有脸啦，不是没有脸色啦，没有脸啦，不是没有脸色啦，丢脸啦！小岛国大发现2。哇，好不容易哦，才来到这里耶。Yes， 但是你们看，你们的前方有看到一个人吗？有啦，有啊有啊。他很高哎。也对，来，我们去跟他打招呼吧。 Hello， 嗨，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安仁。什么时候见过他10多年前吧， ？10多年前，对不是拍那个消防局的那部戏，应该是吧？那个是逮了，那个是逮了，那个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他是郭坤耀。看错人了，看错人了。 OK， 今天我带了2位 Junior 来了解救护队的工作。哎，我名字叫庆杰 ，Kenneth， 是民防部队的救护人员，欢迎光临来到榜鹅消防局。你长得很高哎，我站在中间哦，觉得站在那个双胞胎塔我一样。双胞胎啊！晕倒了。哦，我是双胞胎，所以你要不要哎，站在？你可以站这里啊， OK， 我们我站在这里。啊，你们站在一起比较好看。双胞合我们不是双胞胎，我们不一样。我是 Senior， 他是 Injay。他是英界，你是班界，你跟人家比什么？哇，你看，他们刚我听到脚步声嘛，在冲凉，你看，哦，他们要出发了，他们要出发了。对对对，他们要出车了。啊，这个跟我的情节一样，我曾经拍过995那个戏剧，哦，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冲到我们的车，然后就要去急救了，分秒必争。分秒必争， 12年前的动静你还记得哦？完全不记得了，所以今天我才来找 Kenneth 嘛。好，我会带你去了解新一代的救护车，哦，还有它的设备。 OK，话不多说，跟 Senior 没有跟 Kenneth 一起走。走 OK， 走。跟着开的。绿色哦，在你的头上。哎呀。 OK。你们看过这辆车吗？这辆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是 Kombi， 这台车至少都有，我看比我老了。这个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给我们看到这个 Crest，然后另外一个是，哎，有应有哎，嘿，我又看到同一个东西。什么来的？ Red Cross， 哇 Red Cross， 哦，我们是 Senior man。所以就是它是一台红十字车，红十，就是一个10的字啊。 OK， 我们是叉。有可能没有，这这个就是不是叉，这个是10字。 OK， Red Cross， Red Cross， 以前的救护车。我这个有点小嘞。就是因为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啊，但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容易的。你们只要跟着我答案，你们就会是对的。好吧，我就跟住你的答案吧。你看，理所你呢当然，你一定会跟着我的。 OK 了，跟你了。OK， 我们的答案是旧款的救护车。不陌生吧？知道是什么吗？救护车。对了，哇哦！可是它变颜色了。哎，对了，来给你猜一下，这是第几代的救护车啊？难不倒 Senior，你们猜先吧。啊，OK，那我猜来第5代。第10代。哇 Sorry，是第7代。哎，答对了。对呀， OK，掌声鼓励一下可以吗？support 一下 Senior，快点。你看到那个黄色的救护车吗？那个是我们第1代的救护车啊，是1959年的时候使用的。哇，这科技不断的进步，我们就有第7代出来喽。这辆救护车在技术跟功能上，比起之前的救护车有什么差别呢？第一就是在它的车顶上，有什么？在上面有4台 solar panels，哦，所以在出车的时候，车也是能一直充电的。哇，所以机器车内的机器都还能使用。这样就可以减少燃料的排放，非常环保。对了，除了环保，我们还有其他的功能。 OK，其他的功能就是在这门后面。
1、2、3，这一边就是我们的 trauma compartment。 OK，对，so trauma compartment 里面呢有我们的 stretcher， OK，我们这边有 stretcher， 这边有我们的 fracture kit。那个 support 啦。对，OK OK。哦，除了这边最特点的就是这台机器，猜一猜这是什么？嗨，叫我们猜很难嘞。哎，USB cable 哦。给我感觉像是一台表区，但是我看到它那边有一个 tube 啦，类似一些药水的东西，是吧？有可能。 OK，就让 Senior 来跟你们讲了。你知道答案？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是 Senior 嘞。洗耳恭 OK，听，来。这个呢，就是救护车的自动喷雾系统，它会喷洒 Vital Oxide， 一种无毒无腐蚀性的消毒剂，它会在20分钟内将整辆救护车给杀菌。真的吗？花很多时间去背这一段对，。我看得出来。哇味道好像武侠小说这样，无毒无害。所以这台机器呢是疫情中使用的。不说你们不知，通常他们需要2个小时来将这个救护车杀菌。哇那有了这个机器之后呢，它就省时间跟省人力。哇，太好，伟大的发明。 OK， 我们看完了这里，就让 Senior 没有，就让 Kenneth 来带我们去看其他的功能。好，就带你们去到救护车内吧。哦，往后走好，Let's go。呜呼！我就要开门了哦。 OK，来，哦，哇哦，来。哦，哇哇哇！哇，可以开到玩的。哎，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我12年前拍那个995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有在车里面拍戏，但是跟我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是 upgraded 的啦。真的吗？ ，upgrade。 OK， 现在我把 stretcher 拿出来咯。OK， Senior 可以帮忙一下吗好，可以。 ？OK， 来， OK， 按蓝色的。OK， 够了。OK， 现在准备按那个红色的啊。OK， 哇， OK， 算是半自动化了哎。啊对。所以这个新的担架 stretcher 就是使用了那个自动器18，来帮我们拉进拉出病人。这些包包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我们都会带出去急救病人啦。叫号就是3 in 1，因为有3样东西跟一台 stretcher。哦，难怪。OK。所以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这台 defibrillator。这台机器的好处是呢，我们能在场上帮病人量血压啊、血氧啊，帮他们做 defibrillation 啊，我们也能帮他们病人做心电图。哇哦，哇，那是带一个小医生出去这样。嗯，对啊，哦，哦，这就是放在那边这样。嗯，对，它就会看就会触电啦对，我们以前每次看到都是那个2个好像熨斗这样的。对。哦，那个都是很久以前的哇，。很久啊！ OK，sorry sir。我们 outdated 了。哦，OK，对不起已经第4代了已经，I'm 第4代 sorry 了。 OK，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推上去了。好，来，今天，Yes 工 sir，作来了。好吗？准备好了吗好了。 ？OK， 1、2、3。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真的方便很多。轻而易 OK， 好了。哇哦，所以我们看了救护车的侧面，还有救护车的后面。我们现在要看。接下来就是带你们进去里面了。走，OK，Let's go。小岛国大发现2。会有冷气吗？有风扇，你冷哦，有风扇。有风扇没有？好过没有啦。已经很好了。对。哦，小心。哇哦，哎，洗脸先，来，谢谢。谢谢。来，坐好，小心，小心。好，来，哦，到你了谢谢。小心。哇，舒服。好新哦，整辆车。所以就是我们在里面工作的范围啦。OK， 说给你们看一台机器。 OK 你在那边等一下啊，让我拿一下出来给你们看。哇，蛮重的。对，蛮重的。这是什么哦猜猜吧我知道这是什么，你们猜我知道，因为？OK，我有看过。这个是打仗的时候。那个修。防弹衣。不是啦，不要乱讲。这就是我们的 mechanical CPR device。好喽。 ，OK，我们把它放在中间吧。来。哇哦！受伤者还是病人都是会躺在这，这个机器就会帮我们做 CPR， 方便我们要移动病人从他的家到救伤车还是移动他们进去紧急部门CPR 都可以一直在做这啦，不会停的。 OK。那这个 iPad 是
拿来给他们看电影的吗？还是distraction吗？没有，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很痛，你要看电视机，你可以 relax 哦，啊。那种比较不严重的。OK。有吗？ OK，主要这个是我们的 Omni System，所以这台机器呢，没到医院之前能帮病人挂号，可以输入病人的那些血压啊、血氧啊，还是拍个照。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料能够发送给医院，然后他们就收到这些资料，就是等待你把这些受伤的人送到那里之后，他们知道怎么去处理他对们。，可以先把所有东西准备好，好不好？那我有多一个问题，我们在问号房有被问到吗？警报声跟警报灯的问题。哦呀， Bibo 啊，对对对， Bibo 吗 Bibo 就在前面。前面 OK，好了，Let's go。上面那个跟是问号，摩来天轮。拍一下看是什么。救护车的警报声是怎么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 OK 那你发出那个声音。有点不一样，你拿在。继续。用大东西听。第二大问题，救护车警报灯由什么颜色组成？那个黄和红色。我没有看过黄色的啦，角色可能是蓝色旧的。、蓝色跟红色。蓝色跟红色，对啊，不是那天是什么？有蓝一定有蓝。我记得只有红白而已嘞。有。那就是蓝是警察嘞。 OK， 不然我们各自有各自答案。对啊，各自的 OK， 来。可以。你不要笑我哦，等一下我对怎么办？如果你对，我退出演艺圈，我退出演艺圈。我的答案是红色还有黄色。 OK， 我的答案是红色、白色。我的答案是红色、白色、蓝色。所以答案是答案是喂，林哥看到了吗？有灯了。哇，不只是有林哥，还有声音。OK，我们先讲那个信号灯，有白色、有蓝色、有红色。啊，恭喜你！都说了，我是犀牛，这种问题很简单的。但是刚刚我们被那个警报声给震到了。啊，心上 OK 吗？还好，没有 OK 吗 OK 了 OK 好。那个声音总共有几种声音？总共有4种声音。哦，有这种。对啊，我就慢慢一个一个给你们听吧。 OK，OK 你准备好了，关耳朵啊。 OK，OK 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你的嘟。第4声。哦，所以不同的警报声有没有代表不同的仪式？没有，哦，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哦，看心情要 play 什么啦。看心情啊。我也发现到你们有时有大声有小声，为什么会这样？啊，说是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睡觉嘛，我们也不要是太大声吵醒居民就对了。不需要那么大声。对，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小声的警报声。对。 OK，然后就是在白天因为比较喧闹一点，所以就开大声一点。可是不是我们自己操纵的哦，是救护车自己操纵的。哦，啊他怎样操作？说救护车有自己的 sensor，它能感应到是白天还是晚上。哇，厉害！啊，不过也有问题。是的。如果有车不要让路的话，他会被罚款吗？啊，会的。每一辆救护车都有一个 camera， 如果车辆没让路给救护车的话，我们都能把那个车的 plate number 都记录下来。说真的啦，救护车救人呢，刻不容缓，分秒必争。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路上看到救护车的话，请让路。生命是一线之间的。救护人员还有医院啊，他们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但幸好呢，有这些很先进的设备呢，就可以帮助这些救护人员在更快的时间救更多的生命。今天真的要谢谢 Kenneth 跟我们分享你的工作，还有救护车里的设备。好，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谢谢你们过来。等一下，我犀牛还有最后一段话要说。 OK， 来说。所以观众朋友们，只有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下，你们才能拨打995紧急热线。不要随意拨打这个热线，因为呢，这会造成
救护员的不便。我是 Herman K signing off。第7代的救护车具备了很多先进的医疗功能，这样就能协助救护员在更短的时间内拯救更多伤者。听到警报声时记得让路哦。我们来拍照留念吧。耶！卢宾啊，卢宾，怎样才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啊我不是垃圾桶啦，讨厌。 ？Sorry，那怎样哦才可以提高那个回收率呢？啊？很痛啦，正确的回收啦，笨蛋。哦，那怎样才可以提升哦人们对环保的意识呢？哈？哎呀，这种就去问 Rebo 啦，这种问题你问我干嘛？我已经跟你讲，我不是垃圾桶。那怎样哦才可以提高那个回收率呢？痛啦，正确的回收咯，笨蛋。我已经跟你讲，我不是垃圾桶，我也不是 Rebo， 这种问题你要去问 Rebo， 你问我做什么？你真的很出币嘞，这种很哇！我还以为打雷也啪这么大力，我没有想过会打这么大力。OK， 我们要找什么？找 Robo。哎，你看， You see me, 'cause I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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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 哇，外面下大雨了。哦，咦，萝卜哎，咦，萝卜， no，刚刚明明看到萝卜的吗？对啊，难道是一场梦境？至少是一个美好的梦境。也不错，也不错。对啊。这个 Robo， 等一下，是 Rebo， 哦 Rebo， 是 Rebo 还是萝卜？是 Rebo。是 Rebo。我们明明看到他刚才在那边吗？对，跟我们招手。为什么现在从这边出来，神出鬼没？哎，下雨，所以他来躲着。哇，比我们快。比我们快，跑比我们快，难怪。请问你是？我是慧贤，所以我是深科环卫的企业发展经理，也是 Rebo 还有 Reboto 的负责人，而它就是 Rebo 我们的吉祥物。哦，他是吉祥物，你才是我们要找的人。对对对。是。所以 Rebo 不是啦，Rebo 不是。OK，Rebo 你可以走拜拜，了。等一下 Rebo 好，拜拜。那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是要问 Rebo 还是问你呢？好，可以问我。我问你 ，OK， 那我就有第一个问题了。好来我们要怎样减轻 Blue Bean 的负担？这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智能的塑料瓶回收箱。哦，对，塑料瓶，刚好我就有一瓶塑料瓶。哇，你很这样，怎么没有进来的？这个是监制给我的。哦，难怪。我们快点来。 OK， 我看到哦，我们的 Rebo 好像有点想睡了，对吗？啊，他要睡觉了，我们就请他去睡觉，然后我们就跟你去找答案，好的，好吗？可以拜拜拜拜。小岛国大发现2。哇，哇！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智能塑料瓶回收箱。哦，哎，真的没有看过哎。我也是没有看过这。个是跟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学生联手一起研发出来的回收箱。其实它就是有一些智能的科技，然后也是可以提供数据。比如说回收箱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即派人来收集那些塑料瓶子。哦，所以这个跟 Blue Bean 不一样，因为 Blue Bean 通常满了之后，我们会不知道吗？那些人也不知道，可是这个满了之后他们会知道。这比较高科技。对。想不想知道这个回收箱是用什么物品改造而成的吗？哦，这个我懂，我有看过，你懂吗？下面有轮子，所以是什么？这里有铁闸，感觉是那种载货的。就是在那种超级市场搬货，就是用这个 Metal Cage，是的。哦，是用那个拿来改造的，再真的循对环不浪费。真的是那个4个字我忘记。物以稀为贵，来物什么物什么其用？
物尽其用啊，真的是物尽其用。你看这些新加坡玻璃的学生，他们真的是发挥了他们的巧思，是然后呢，做出一个意义非凡的机器。你刚才不是有做 magic 咯，有那个塑料瓶。这个 magic 够厉害，打到人家，讲 sorry 啦。不好意思。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塑料瓶看看一下这个机器是怎么用的。怎么操作？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按钮，所以你是 tap to start，然后你就输入资料，然后如果不用输入资料，也是可以直接按这个不用输入资料。输入资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些居民呢有一直在用。没有强制性的。对，是的。明白了，OK，是的好。按开始，噔噔噔然后现在你就看到没有那个条码，然后我没有条码们就放没有条码。没有条码的如果有条码就在这里扫。我知道是哪一种保特瓶，对。对吗？对。给了你按，我丢。让我们一起放哦。好，给来这个，给了1、2、3。谢谢 ，Thank you， 真好了。啊，对，这样就好。这么容易？嗯，很方便哎。那这样，新加坡有几台这个回收器现？在目前呢，我们有15台。哇，15台，哇，很多哎。这反应还很好，所以我们也是会在其他的地区增加比较多的这个塑料瓶回收箱。很好哎，这样也就是说，在新加坡越来越多地方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智能回收器，对不对？讲那么多对啊，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回收器里面是怎样。对哦，可以，可以吗？我带你们来看。哦，你知道是哪里啊？没有，因为他走过来吗？哦，这么容易开的？是，哇其实我们有锁栏。我还以为里面会很复杂，其实是蛮简单的。对喽是的，而且对真的很多瓶子，哇，全部都是。对，都很干净，他们都有把液体都导出来，然后再。我还没有讲完，幸好还没有讲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你们不应该留这些在里面。最基本是把液体倒掉，然后才放在里面循环。哦 ，OK， 其实我们在问号箱，问号箱，我们在问号房的时候，有一题很难的问题：在新加坡，每个星期一共收集了多少吨的塑料瓶？新加坡有7 million。 5 million，新加坡有7 million？ 你住香港？幻想。是要看那个三角形的号码对吗 ？PET pet， PET 啊？哇，这样小你看得到，我看不到。因为我年轻， OK，这个 PET 我你要鼓励我讲，鼓励你讲的没有这种我会安慰他，我会鼓励你，我只可以安慰好兄他。弟啊！一直以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他很认真，他是105 million。 kg No 啦 bottles， 105 million 是多少？ kg， 不是 OK， 1 mil 嘞。 10,000 ton is equals to 10 million kg。对所以我的答案是10,000 ton。 OK， 10吨，有1吨。1吨。好，我们现在锁定我们的答案，我是1吨。 10吨， 1万吨。我们收集的2个地区，大约3.6吨左右的 PET 塑料瓶子。其实180%的这些瓶子呢，都是可以再循环的。我们就带到那个回收厂加工处理，可以再造成那个新的瓶子。所以这些塑料瓶收集回去了，然后他们是怎样去做成再生原料？首先，他们就把它们弄碎，弄碎了之后呢，它就有其他的颜色，它就要分类它的颜色，就变成了 clear plastic， 然后就弄成 plastic pellets。哦，对，然后再弄回瓶子。你要怎么把它送到工厂去？这个是跟生松超市一起合作的。当回收箱满了之后呢，生松超市的员工们就会通知我们的 Easy 员工，还有 Easy 就会过来收集这些塑料瓶子。Easy 是专属收集已经分类好的回收物品，像一些公司啊或一些固定区域的居民们呢，他们都可以通过 Easy
来安排时间，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上来收集他们的物品。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没有那么容易给你的，我觉得。是的，我们是鼓励居民们呢或公司收集超过5公斤的回收物品，才用我们的 Easy App。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啊，你不要500克啊，100克就打电话，还是直接用那个 app 叫那个 Easy 来浪费资源。对，我们也要在这里谢谢慧贤，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环保的讯息。谢谢你，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环保天使，哇，谢谢你，谢谢你。Copycat， 智能塑料瓶回收器能有效的提高回收率，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智能回收器遍布全岛，我们一起为环保尽一份力吧！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绿色城市。马上来拍照留念。这里就是警察部队 K9 警犬的训练基地。哎，何门呢？他还没有到啊。对哦，哦，你看，为什么他穿到这样？你做什么？什么？今天要去看警犬，所以我很怕，如果它咬我的话，我就完蛋嘞！你看，哎，你放心，你放心，你没有穿到这样哦，警犬也是会咬你的。你真像坏人。可是说真的，我真的穿得很夸张啊！这样我就成功了啊！这呢就是反面教材。反面教材。观众朋友们，警犬训练有素，在没有训练员的指令下，他们是不会随便咬人的。对对对，再不进去我就要咬你了。 OK， 可以帮我脱吗 ，please？ 哎呦，麻烦了你，我们就先进去了。我们进去了。进去。哎，等一下，等我。小岛国大发现2。哇！这猪狗很健壮哎。而且它很敏锐。哇，你们看，有人站在大太阳底下。哦，我还以为你叫我看那只狗。看它。 Hello， 哎，也是有毛毛的东西。王林社，王林社。 Hello，你好。哎，欢迎你们来到 K9 警犬训练基地。我是姚权威，高级警曹长，警犬组行动部门警犬训练员。哦，不瞒你们说，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是吗？哟呀，这个不是重点啦，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新加坡警犬部队特别行动指挥处的培训，对吧？对，这只是什么品种的狗？这只是德国牧羊犬，他们现在在进行 obedience training，所以obedience training 需要做些什么？比如 sit down stand， 啊，就走的时候 sit stand， 对，也就是说 ，obedience training 就是训练警犬听从指令。对，然后呢，他们会听了训练员的指令，走整个 obstacle course。对，也就是train 他们的体力也是啦。是。哇！哎，你们看，所以他刚才这样一直跳来跳去，对然后钻来钻去。对，哇，他们的体力要非常好。除了这2个 training，还有别的吗？还有呼咬的训练，呼咬的训练。哦，哎，你看人来了，哇，哎，这个很紧张的这个。 Police! Stop! Auto abuse! Stop! Auto abuse! 哇，咬了，怕。 Drop your weapon! 哇，非常可怕，很可怕。他这样冲过去的，哇 ，Good boy! Get it, boy! 而且它是有带着那个护垫呢。对，如果没有护垫的话，你想你的手这样被咬，一定会骨折啦，我对觉得会骨折。但是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他们是属于哪一种？他们属于巡逻犬。巡逻犬。巡逻犬，难怪需要我们有德国牧羊犬或比利时牧羊犬。 2种啦，这2种做这个巡逻犬。那我想问，这里一共有几种种类的警犬？ K9 警犬部队有分为5种警犬：哦，有5种。巡逻犬、搜爆犬、缉毒犬、追踪犬，还有救援犬。 OK， 来。警犬分为多少种？
他们的职责包括哪些？所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了，警犬有分几种啦，而且不同的狗品种有他们自己的那个特点，啊，对那个闻吸毒的， ，narcotics，OK，他就是闻到那些人有带毒品带毒品的对对啊，在关卡啦，通常都是在关卡的地方。追人的，追人的最快人的。就 K9 啦，那个是 SOC 的啦 Special Operation Command 的。有没有警察会叫狗去比较小的地方找东西？因为警察不可以进去。救援的救援犬救援犬有，我觉得新加坡也是有。OK， 3种，我觉得不止3种。我们在想啊有，没有单单就是巡逻的？我不知道，因为把巡逻的就是那种震爆的咯。 OK 啦，3种啦，我们3种啦 ，OK 啦，这3种。呀，想得到是这3种啦。哎呀，这就是我们猜错啦，我们只猜3种嘞，没想到有5种。那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巡逻犬的训练，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有，我们还有其他的训练，让我带你们过去看。 OK，好。你们跟我进来，好，这里是另外一个训练室。哇，很特别的一个训练室哎。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么多储物柜呢？我们会根据实景搭建不一样的训练室，来给警犬更逼真的训练环境。所以可疑人物可以躲藏在其中一个储物柜里。哦，在里面。可疑人物呢？躲进去，然后呢？我会用我的警犬来搜索你的位置。这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你看，这里还有镜子，我还可以看我自己最后一面 before 我走。Mr. Police, come out! I release my dog. Such a thing. 哇，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靠着他的嗅觉，他要找出伊莎贝尔在哪里。哇，你看，哦，找到了，哦，找到了，还没有，哇，真的是完全这样放心让他的警犬这样跑来跑去，他就站在旁边看的。他们都是有 well trained 的吗？有料，找到了。 You there, come out! Good boy. You there, come out! 看到他看到那个狗在他前面，我觉得他会吓死人的。 OK， 我出来啦。OK， 你可以走后面一点。我怕。 All right, good boy. OK， 我被找到了。 Good job，拜拜，拜刀哥。哇，你没事吧？我已经要晕了。哇，我替你捏一把冷汗呢。我跟你讲，我在里面哦，我怕我let go，我就血。其实一开始啊，我以为是你牵着进来这样子巡逻。对，我看你一进去就直接放狗，我就卧床了妹妹。他喊了一个指令，我不知道喊什么，然后再就放了。你喊了什么啊？刚才 This is the police. Come out, or I release my dog. 可是我听不到，这怕到你听不到。对，我觉得也听不到。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我害怕。其实我发现到警犬真的是非常听从指令的。 Such a thing. 如果 Daryl 没有给指令，那个警犬啊是不会动的。 Good boy, watch. 一个口号，一个指令就对了。这个训练啊，真的很激烈，我的心脏有一点不可以负荷。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的？我们有不一样的训练室，训练不同的警犬。让我带你们去看看另外一个训练室。 OK， 好，走吧。哦，来到这间训练室，你们会想到什么地方？飞机场要出国了。对，是的，飞机场是警犬最能发挥作用的场所之一。哦呀，我们每次去机场啊，都会看到他们就带着那些巡逻犬在那边这样走来走去。对。所以这些警犬会在这些行李箱里找出他们有没有毒品，是不是？对的，在行李箱当中，他们会找出其中一个行李箱隐藏的毒品。
现在我们会请出我们的缉毒犬，哦，要上去哦。对，这个是 Labrador， Labrador 又不一样的犬了，好。对，OK。如果找到的话，它会，呜呜，它会开始叫 freeze 了， indication。有了，freeze indication 了，没有，它的 tail 还在 shake。看着很开这样心耶。就是吗？这样就是吗？哎，为什么3个都要拿下来呢？再重新确认哪一个有隐藏毒品。当中只有一个有啦，可是他们再次让他确认，肯定就是那项。要 double Yes confirm。 yes。哦，这个肯定有，肯定有了。所以一找到后会怎么样？就是这样把狗带走吗？对，我们会打开行李箱看是不是真的有隐藏毒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是不是里面真的有毒品呢？哦，这里有一包东西。这是什么？对，这是大麻，哦，马里奥纳。哦，新加坡有嘞。真的。训练的时候有了。哦。所以他的工作算是完成了。完成了。 OK，谢谢你，谢谢，Thank you。那我想问，除了这2间训练室，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训练室？有，比如说模拟仓库、停车场，还有关卡通关处。这些都是我们常见到警犬在那边训练的地方。其实，在这2间训练室，我发现警员跟警犬的默契是非常好的。你们通常要跟警犬经过多长的训练，才能够一起执行任务？通常我们需要至少3个月的训练，然后每天会花多长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大概会花12个小时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需要帮他们冲凉、遛狗、玩耍、跟他们玩，还有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感觉上就真的是他的主人了。对，对不对？所以这3个月12个小时，天天都在一起。对，这样更容易建立彼此的信任，还有更容易的指挥他们执行每一项任务。但是一定有休息的时候嘛，对不对？对，现在差不多是午休时候，我可以带你们去体验他们的生活。Let's go。缉毒犬凭着灵敏的嗅觉，在短时间内探测到藏有毒品的行李箱，帮助警员迅速破案。给你们一个赞！小岛国大发现2。哇，从我们一搭进来到现在哦，它不停的一直在吠，哎，不应该在休息吗？对，通常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吠。但是我们听到有很多的狗叫声，想必呢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警犬，大概里面有多少只呢？目前全新加坡大概有200多只的警犬。 200多只。 OK， 看一下问题是，你们对新加坡警犬的认识有多少？目前有多少只警犬 OK， 我知道他们 train 的不会乱咬人，就是很受过训练？受过训练。他们有 specific 他们会跟着其中一个警员，然后就一辈子就是跟着他。所以如果那个狗老了，他们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之后，其实那个警员能收留这只狗，它可以 adopt。说目前有多少只警犬？哇，这个有难倒我，18。 38。 23。要什么？啊？差太远了，哇！重新差猜的太远。我们3个人的数字加起来，是23加2、30、24、14、17、18、84。 79。哦，差不多。离我们 round 差不多，我们 round up 80。OK， 我们的答案是80。你们猜的太少了。哎呀，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这里只是一部分的警犬，其他的已被分配到人跟瓜关卡，还有樟宜一带特别行动指挥处。 Hello， 哎，这有一只警犬。哇，你叫 King， 皇上好。 King 真的很大只哎，这只。它是一只 Dutch Shepherd。我发现到这里的警犬各自都有自己的空间，为什么不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呢？有些狗放在一起会打架，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那如果它们是同样品种的呢，也不能放在一起。也不能放在一起。Back sit, back sit。哇，它听你。 OK， 这是我养的。你可以进去里面吗？不要，你不是你养的吗？它应该 OK 啊，不会咬你的。 Good dog。
但是说到这里哦，他们有没有去 grooming center 的？他们不会去 grooming center，我们会帮他们做 grooming。你也是 groomer 啊？我们会做，对。哇，这里就是 grooming area，就是这里面，对，就是在里面。哇，全部很乖耶，这没有吠的，这些都 OK 的吗？不会咬这。些都不会咬人的，没有那么凶猛。来，你看这只很乖，它真的坐在这里等我们呢。这是 Kenzo 一只基督犬， OK，Hello Kenzo，可以摸。很乖。那他们的 grooming 跟一般狗的 grooming 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我们会帮他们冲凉、剪指甲、清理耳朵，还有梳理他们的毛发。你们可以试着帮他做一点 grooming。grooming 第一步一定是冲凉嘛，所以我可以带着它去冲。可以啊，你可以带他去冲凉啊。要先解开，然后直接带去啊。对。 OK， 等一下你把它放出来，它跑掉了。不会啦，要小心啊乖的哈。I think 你要哪一个 leash 啊？I think 你要哪一个 leash 啊？我要哪一个脸？不是你家的狗。你家的狗哎，不是说你放了它不会跑掉哎。可以 ，Let's go cancel。可以带他去这边。哦 Go。Good boy， 哇，他很喜欢，他很 enjoy 嘞。他一来到这边，他就直接坐下了。你看 ，OK， 你们是用哪个宣布？这个啊？不是，又不是洗盘的咩？哦，bro， 我就看到我 blur。你看，哇，他这么就 enjoy。哦，专业人士，你要不要来这边做工？帮他们 groom 这些狗。I don't mind 嘞。需要人吗？需要啊。对，当然需要。哇，我不介意嘞，真的。哇，很乖嘞哈，很好，果然有经过要带回家吗严？格的训练。哇，我想哎。那他们一天要冲一次吗？不用，通常我们会3天冲一次。其实3天都算是蛮频密。对，因为我们需要带他们出去巡逻，所以他们的状态要保持到最好的。一般的家犬差不多1个星期1次。通常我们在冲凉的时候可以建立起来一点默契，除此之外，也可以建立那个信任。信任对。OK， Good job，Good job。好，现在我们要带它去吹干它。追干。去吹干喽。哇，厉害了！警犬训练员付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和培训这些警犬们，成为彼此的最佳拍档，合力完成前线任务。马上来打卡吧！耶！这里是我们的兽医诊所。 Hello， 嗨，你们好。哇，真的很像一个 clinic 这样嘞。所以我现在就在做一个简单的身体检查。基本上我们每天做的身体检查就是看他的牙龈啊，看他牙齿，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状况，看他眼睛，检查的耳朵，有时候我们就要嗅他耳朵，看有没有什么臭味。如果有臭味，就是有一些感染发炎了哈。对，发炎对。然后我们也会看他们的头，所以我们就会开起来看。 OK， 真的很有活力啊！这只有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 stretching， 看他会不会有什么痛。哦，也要做 stretching。哇，因为有时候他们有受伤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出。 stretching。其实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很重要，因为警犬不可能告诉他们，哎，我这里痛，你可以帮我治疗一下吗？所以真的他们要很专注的去 check on 他们。那如果需要动一些小手术，你们会请兽医下来吗？还是直接送去？ 外面的 clinic，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手术台，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兽医进来帮我们做一些治疗。可是如果一个很大型的手术，我们不能在这里做，我们就需要去到外面的医院让兽医做那些手术。可是如果他不需要动手术，可是只是生病，如果生病的话不严重，就比如发烧，我们就会让他住在我们的 recovery room， 让他休养。哦，也有 recovery room。对。 说训练员跟他们的警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旦他们有一个很坚定、很固定的关系了，警犬一旦不舒服，他们的训练员就会知道了，是吗？比如说有什对，么？比如说像我的警犬不吃，我们就觉得他们就不舒服了，所以我们会来通知他们。关系就感觉就像是爸爸跟孩子一样，是的，对吗？对的，就好像我的孩子如果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整个人好像很累啊，不吃啊，像你讲没有胃口啦，我就知道他不舒服了。 总的来说呢，这里的警犬们呢，都受到就是训练员的非常好的照料，哇，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谢谢你，Thank you。
Come on, sit. 哦 OK， Stay. 速突居的狗。警犬，警犬。救援的，救援的。啊，可以了，可以，可以，不错，不错。他也怕你， Sorry 啊，我不是故意的，吓到新加坡哎，这个新加坡被吓到哎，整个新加坡被你吓到了。